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中一位非常重要且神秘的存在——阎罗王。阎罗王不仅仅是地狱的统治者，更是人们心中掌握生死、裁定善恶的公正象征。那么，阎罗王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深入了解。阎罗王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它最早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中的阎摩罗王是地狱之王，负责裁判亡魂的善恶与去留。而在中国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中，阎罗王逐渐演变为地府十殿阎王之一，通常被视为掌管地狱的最高神明。根据传说，阎罗王居住在阴曹地府，管理亡魂的审判与轮回转世。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必须经过阎罗王的审判，阎罗王会根据他们生前的行为决定其来世的命运。善良的人会得到奖赏，有罪的人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一审判过程不仅体现了古代人对善恶因果报应的信仰，也反映了社会对道德与正义的追求。阎罗王通常被描绘为一位严肃、威严的神明，身穿官服，手持判官笔，面容庄重。据说，阎罗王能够洞察一切亡魂的善恶行为，他的判决公正无私，因此人们在世时若能行善积德，便不用担心死后受到惩罚。关于阎罗王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一些故事非常生动。例如，据说阎罗王有一本生死簿，记录着所有人的寿命和命运。这本生死簿由专门的鬼差负责管理，任何人的生死都不能随意更改。但也有一些传说故事中，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试图修改生死簿，从而延长寿命或改变命运。这些故事不仅增添了阎罗王的神秘色彩，也让人们对生死与命运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另外，阎罗王并非独自管理地狱，他还有许多助手和鬼差一起工作。在中国民间传说中，10大阎罗王分别掌管不同的地狱，负责不同类型的亡魂审判与惩罚。每一个阎罗王都有各自的职责与权利，确保地狱秩序的正常运转。阎罗王的故事还与许多其他神话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牛头马面是阎罗王的得力助手，专门负责抓捕亡魂。孟婆则是掌管忘川河的神明，他会让亡魂喝下孟婆汤，忘记前世的记忆，准备进入轮回转世。这些传说中的角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复杂的地府世界。阎罗王不仅在神话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的文化习俗中也有着深远影响。例如，在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中，人们会祭拜阎罗王，祈求他保佑亡灵安息，消灾解难。此外，在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小说中，阎罗王的形象也时常出现，成为许多故事的重要角色。总结一下，阎罗王不仅是地狱的统治者，更是正义与公正的化身。他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古代人对善恶因果报应的信仰，也反映了社会对道德与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神话传说中，还是在民间习俗中，阎罗王都是一个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存在。好了，今天关于阎罗王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对中国神话或文化感兴趣，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